有好几位观众想看我在 startup 工作的经历，好的，今天就把伤疤揭给你们看，不要犯我犯过的错误啊！求职千万不要病急乱投医。当初年少无知，能力不行，签证紧迫，外加老板的花言巧语，居然在这创业公司从实习、毕设、正式员工一路干到公司破产，真是悔不当初啊！现在我来说说为什么我干的这种创业公司简直就如毒瘤瘟疫，能躲你就要躲得远远的。我的故事在德国同学间都快成传奇了，这样的奇葩老板他们也没见过。当然我说的糟糕情况只是我干过的这家创业公司，要是你碰到独角兽公司可得抱紧大腿啊。我们先来聊聊我当时干的这家公司的老板。老板呢是这个领域的菜鸟，靠一腔热血和 idea 来开创业公司，不懂技术，偏偏这个行业的技术又是命脉，所以员工不是在公司学习成长，而是老板拉着员工试错，老板边干边学着怎么开公司。如果真要去创业公司，一定要找那些有丰富人脉和技术经验的老板，那些牛人老板在那个领域做得风生水起，不满足于给别人打工而跳出来单干，跟着他们会是更好的选择。那时候老板整天给员工画大饼啊，说上市以后会怎么样怎么样，我还真信了，在那儿干了快1年，当时还老把自己带入马云的18罗汉，想象着上市后的飞黄腾达，哎呦，真的是大饼看看就行了，连味儿都闻不到，谁当真谁就输了。当然啦，老板创业经受很大的压力，所以情绪波动非常之大，喜怒无常。将心比心，如果我是老板，我大概会更抓狂。但是控制不住情绪的老板是我们这些打工人更应该避之不及的，他们作为你的领导会直接波及到你的心理健康。稳健专业的领导是刚入职场的员工最为需要的，领导应该是你这艘小船的避风港，在你迷茫或者犯错误的时候给予你帮助的人，帮你在这个避风港把船修整好再出发远行。要是领导整天惊涛骇浪上上下下，你这艘船怎么修？不翻掉已经是万幸了。第二点，专业领域，员工一个人得干多个人的活。我要做工业设计、模具建模、网页设计，又是摄影师，又是 shift lighter， 又是打包工人，又是货运工人，最后破产清算的时候我还是个收垃圾的。乐观的人会说啊，你干了这么多肯定学到很多东西吧，当然不是，很多工作的内容对我能力的提升毫无价值，完全是创业老板对个人的剥削，让我无法精于做设计，很多时间被占用，设计摄影以外的体力活对我日后找工作毫无加分作用。学点拓展广度的知识并不坏，但前提是要把专业领域的深度钻研够了，这样才能保证自己在职场有足够的竞争力嘛。老板对员工的专业领域指手画脚，设计嘛就该设计师主导，技术就得工程师主导，老板哪里都想插一脚，哪里又都不是专业的，导致员工没法好好干好自己的活，被老板折腾得乱七八糟。工程师的专业建议时常被老板当耳边风，浪费了很多不必要浪费的时间。比如工程师和老板说流水线这么做是行不通的，老板不听，说没试过怎么知道行不通，最后果然行不通，这又是何必呢？花钱雇工程师却不接受意见，还浪费时间做无用功，时间金钱两手扔啊。第三点，人事，招聘流程随意散漫，没有明确的规章制度，开除员工也是如此。在这公司干活的同事大都是委曲求全，一旦有更好的机会马上走人，员工辞职流动性特别大，老板又得花时间再招新员工，再让员工熟悉业务，员工不满意再辞职，就是个死循环。第四点，财务，他们给的工资太低，导致外管局连签证都不给，之后减少合同中的工作时间，勉强拿到签证，等到领工资的时候呢，工资单开的前后又不一致，税务相当混乱，资金分配管理极差，后期资金链就断了，朝不保夕，之后连员工的工资都发不出。人生中我第一次去了 Arbeitsamt 登记破产金，最后3个月的工资是 Arbeitsamt 发的，那公司倒闭的有点快，我连12个月都没干满，导致失业保险金也没交够，还领不到政府发放的失业金，没有薅到高福利国家的羊毛啊。好啦，这就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，直接从入门干到了公司破产。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呢，毕业之后的关键1年在这么一个公司度过，的确浪费了不少时间，对于之后的职业发展影响不小。但从积极的角度来说，年轻时候多经历些挫折，才能轻松面对以后的大风大浪嘛。况
况且是公司破产，又不是我破产，对吧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啦，还想听什么样的故事呢？记得留言、分享、点赞、关注加订阅，你们的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动力。我们下周五再见啦！